我还有一个那个前置的药方，就是没有那么猛的药，你可以参考看看。你下次去看房子，你就不要认为你会在这间房子住一辈子，你把它当做旅馆，你把它当做一个，你只是在看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而已。你住5年，第6年第1天你就要把它卖掉，就要搬家哦。只要你换成这个心态哦，我只是在挑一个暂时未来5年要住的地方。为什么是5年？因为那个房地合一税 2.0 嘛。哦，那个我只是要住一段时间，哦，那之后还是要搬家，还是要卖掉的。好，那我的标准突然都会出现很大的更动，会更容易下手。哦，我们男生比较 OK， 因为男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家窝这种概念。女孩子的心魔我自己接触过的都比我们男生严重10倍以上。就他们很难从看一个家的滤镜切换成看一个货的滤镜。男生大概只要看买卖过1间，第2间的话，他开始他就觉得看什么都像货了。看了4年房子却不敢下手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件事情卡关。先说结论没有立即性需求的人就一直拖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自住客买房会考虑什么？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讲了4年看了4年还没有买房接下来聊一个我看到的新闻我看了之后是有一点感觉的啦我相信你听了以后也会跟我一样来一样，我明天标题给你台北看到林口有人问4年能买房，现窘境，他探购屋族缩影这新闻就简单讲一下，就反正就是有人从2020年开始就问一个房地产专家，今年能不能买房，今年能不能买然后每年都问说今年能不能买，然后问到今年都还没买，2024。所以这个专家就开始感慨说想买又不敢买，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的缩影有心清安他也不敢那我猜这个事情你一定有遇过，因为我之前就遇过嘛。但凡你只要有亲朋好友知道你有在关心房地产，就会3不5时来问你，那现在能不能买那买哪边比较会涨哪边跟哪边还能不能买然后一开始你要很认真分析给他听跟他讲说你的买房逻辑是怎样，甚至直接跟他推荐几个你看了以后还觉得不错的物件。但是等到你们下次见面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又跑来问一样的问题，那你跟他推荐的物件早被人买走了，然后他连去了解都没去了解，你一定有遇过这种人所以我是觉得很烦那所以你要知道问问哥看看姐就是不会买我跟你说啦，这些人如果他真的是想要买房子，他的行动力不会长这个样子。就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一个网友只是因为他只想要买预售在1年里面看了100多间。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一集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1年看100间真的想买的人是这样子的执行力。那怎么样的人很容易变成问问哥看看姐嘞我的经验是，手上只有1间房子的，或是还没有买房子的换屋主这种人最容易变成问问哥看看姐。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有房子在住所以他换不换有差吗除非他今天遇到什么小家庭的成员发生改变，例如说小孩要出生，或是他接爸妈来住这种迫切换房的需求，不然他都继续耍废就好，他不会去认真看房子挑房子。那往往等到这个叫做需求立即就发生了他不能拖的时候，他也只能够在市场中去追高。那如果家底比较厚的还追得上，所以我会建议你说，如果遇到有人来问你房地产，你要先确定好他买房的动机是不是这种立即性的需求。如果他跟你说没有那个，因为我明年跟后年不知道啦，反正就是3年内可能会结婚，到时候就要搬出去。好，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刚性需求，而不是说在那边也没有要结婚，也没有，他就是想看，就是跟那个问股票哪只会涨要问好玩的问问哥看看姐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看你跟他的交情怎么样，你心情好就回他，不要热脸去贴人家人屁股就对了就都这样，他们都问好玩的你好好跟他讲，他爱听不听然后明年又来问你同样的事情，就不要理他嘛时间不要再花在这种奇怪的人身上。最后你要知道愿意自产房地产的人都很务实愿意自产在房地产的人其实都很务实了。就我的频道已经经营一段时间嘛，我真的发现
会来找我讨论啊，会来自产房地产的人都很务实哦。先说我没有说没投资的人就不务实哦，我是说性格上都是务实的人哦，他们更倾向去买房地产，而不是在那边炒股票哦。房地产的自产人、投资人哦，都务实这样子的特质啊。哦，来问我问题的很多观众哦，很多会员哦，很多他本身就是已经想好剧本了哦，或者是他在实务上遇到问题了，然后来找我讨论这样。像之前有观众来问问题，他会直接跟我说他在哪几个地方已经自产了，预计下一个地方要买哪里，问我的评估是怎么样，很好啊吼，这样我们的交流才是有意义的交流。那有没有那种问哥看看姐来问我？有啊，很多哦，非常的多。但那个就是鸟问题啊，我也就不理他哦，就这样。哎，这个他只是问好玩的，我还认真回答他哦。什么高雄能不能买？现在还可以买套房吗？房价哪时候会崩啊？少子化不是会影响房价吗？这每一题这都很巨大的题目，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哦？每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房地产的属性哈，就算是同一个县市，不同区域差别也很大。所以那个问哥哈，他们在问问题哦，看看姐哈，他们在乱发问，就是问一个那个模糊的陈述就没做功课啊哦。就算我跟你说一些确定的答案，然后觉得说哦字好多，你可以讲重点吗？哦，这种事情我都遇过。我都没送，就不要理他。那我现在也看得很淡啊，反正发现是问哥看久，我就不理他就对了。好，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投资房地产，你的态度一定不一样。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有买会员哦。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干货很猛啊。对我很负责任的说，至少我目前还有很多干货还没拍，还没出。那这个就是我在做的功课，你就直接抄我做作业就好了哦。好了，讲完了哦。那我们今天讲了为什么讲4年哦还买不下去房子哦。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房地产的朋友哦，从2020年就被问说能不能买房哦，问到2024年，他那个还是没买哦。那他的感慨就是很多购物族的缩影就是这样，又想要买房子，又怕买贵了啊，眼睁睁的看着他上去，丧失了追高的能力。那我的看法是，这种问哥看看姐哦，只有等到那个叫什么火烧屁股，是不是就是不能拖了啦就你看那平常身体有状况不去看医生，然后就是快不行了叫救护车就是要到这种时候他才会去买房子那时候买房子他就没得挑，然后他没得挑的情况之下应该都是要当韭菜，就是要当盘子，因为他来不及做功课。那家底比较厚的还能追得上的，那就没什么事就安全过关。那没有什么家底的，就只能望房兴叹，然后突然就转职成了居住正义大侠，不都这样吗？那最后我跟你分享了我自己的感受是，会愿意投资自产房地产的人都有务实这个特质啊，不然他就会去看炒股票了，对不对？那还愿意来比较慢的，几乎就钱比较大，然后又比较慢，然后涨幅又没有股票那么吸人眼球的。都很务实啊，都是追求稳健的。那会来跟我讨论的都很多啦，问哥看看姐也有这是占大量。然后也有那种做好功课来找我对答案说他的思考上有没有什么问题破绽。我当然是明显喜欢跟后者讨论嘛就是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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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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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buy 台北BUY 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好啦，那讲八卦就是说看很久
买不下去哦，这个事情哦，我认为啊哦，这是心魔哦，这是心魔，说不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哦，就文明病、心理疾病。这个我讲很多次了，要克服这个的方法哦。我自己的药方就是你就是真的给他买卖过几间哦，真的给他买卖过几间，那你这个心魔自然就痊愈了哦。这听起来很像干话，对不对哦？但是这真的不是干话，因为我自己呀、我朋友啊，那我们大家都是走过这个痊愈的过程哦，所以我们现在就真的就告诉你说，你会怕，你就是没关系，你就让他怕个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不会怕了。我以前也是觉得买房人生大事呢，这人生最大笔的支出那看房子就要好，就要坐向坐向还有研究然后什么厕所要开窗然后开一堆有没的。对，那看到最后，然后我发现市场中完美的房子、完美的格局几乎不存在存在也没有人要卖那后来我开始就买卖过几间然后这个看的房子越来越多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我看着一间房子我越看越不像家呢，就不是家那个，就你家那个家我看那个房子越看越不像一个家我看起来越看越像一个货就货物的货刹那间突然就什么东西都很顺利我用看货的角度来看这个房子，什么都很顺利。哪边不好不好我会坦然接受，因为它在价格上反映给我嘛哪边很好，屋主没发现，好，那我就不要讲我有机会怎样，日后我怎么改用家的这个眼镜你去看，你就觉得什么房子都配不上你但是你用看货的眼镜去看那个房子你就觉得说那就很好玩非常的好玩，就跟寻宝一样，跟你去跳蚤市场寻宝一样很多啦。那个屋主不是那么懂的他会不知道那个是他房子的优势还觉得那个就不当一回事。你有机会买到便宜那或是有一些什么这个很多，你有寻过2次宝你就知道，从看家变成看货这是心态的转，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描述呢，你自己有经历过，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我还有一个那个前置的药方，就是没有那么猛的药，你可以参考看看。你下次去看房子，你就不要认为你会在这间房子住一辈子，你把它当做旅馆你把它当做一个，你只是在看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而已。你住5年，第6年第1天你就要把它卖掉，就要搬家只要你换成这个心态我只是在挑一个暂时未来5年要住的地方。为什么是5年？因为那个房地合一税 2.0 嘛那个我只是要住一段时间那之后还是要搬家，还是要卖掉的。好，那我的标准突然都会出现很大的更动，会更容易下手我们男生比较 OK， 因为男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家窝这种概念。女孩子的心魔我自己接触过的都比我们男生严重10倍以上，就他们很难从看一个家的滤镜切换成看一个货的滤镜。男生大概只要买卖过1间第2间的话，他就觉得看什么都像货了女孩子的话还是有那个心魔要去挑战克服这真的就是我们对那个居所的需求程度不同。我们男的他妈当兵对不对被丢到卡车上家里能睡那女孩子不行女孩子看起来就是这是我未来的自己的小天地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心魔，这是心魔你要怎么克服你就买卖过，那你就会逐渐的痊愈。